原来你喜欢大马吗？喜欢啊，热爱大马。哦，0到10分可以打几分嘞？10分。哦，那大马没有不好的地方吗？有啊，有很多不好的东西。讲2个。讲2个啊，政府效率很慢，贪污情况没有很好。你觉得赚多少钱可以退休？1年12万吧，就可以了。1年只要12万都比较舒服的生活方式。那你马来西亚平均年龄76岁，所以如果是40岁退休12万，通货膨胀5%，自己算吧。如果你退休的话，你会选择在什么地方呢？马六甲。马六甲有具体的地方你觉得特别好吗？马六甲是生活节奏慢，可是文化的熏陶，可能这边民族风情很友善，所以很习惯马六甲的生活。平时休闲的时候喜欢做什么呢？喜欢开车，周末都在开车，然后都会陪家人。最喜欢做的就是可能早上的时段，当我女儿一起醒来的时候，她会闹啊弄我们啊。你有什么特别奇特的经历吗？2019年徒步走了230公里。哇！在尼泊尔 Annapurna Circuit，走了16天。没有想过我人生可以徒步走230公里。这是我人生最大的经历。我是 Julian， 那今年33岁。是土生土长马六甲人。然后在从事的业务就是保险业务。然后是搞组织。然后我们的这个 agency 呢，是一个34年的 agency，是我的岳母就是一手创办的。那我们是第2代，就是我跟我太太一起接管他的 agency 的活。可能是偶然的机遇吧，因为我18岁那一年可以考保险执照的时候，妈妈就跟我说Julian， 快点去考保险执照，我就把一些单子呢放在你身上，然后你就有一些 passive income 了。然后我当时就说，你不要搞我，我就打死我也不会做保险。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因为我看到以前他们做保险的方式，可能就是没什么生活，就是早出晚归，每一天都在忙的。然后就是我不想要的生活。可是15年之后，我发现到其实我也有我的做法，也可以闯出一片天。然后就一直越来越热爱这个行业，直到今天。这个很有意思啊！我想我们可以待会来说。你觉得整个马来西亚人他们对保险的观念是什么样？他们怎么看待保险呢？第一句话，当人家问我，Julian 你是做什么？我做保险，他们就可能2手就可能整个人退了。我说我保险很多了。然后很多的错误的观念呢，就觉得我保险有了就好。尤其是比较老一代的人，他们都会说保险骗人的啦。要我买的时候什么都有保。当我要就是要去索赔的时候，什么都不保。那就是说很多人对于这个保险的认知呢，其实很多都是我有保险啊，你卖我保险，我就因为可能感情上嘛，我就支持你一份，然后就觉得我受保了，然后也没有去看清楚其实保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最大的误解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方式，然后导致到我们叫 short cover， 就是不足的保险。没有被保障到。对。好，我们分年龄来讲好了，就像我们的父母辈，60岁、70岁啊，或者我们就讲60、70岁老年人，他们都有保险吗？在大马？在大马都有。自己买的。自己买的。什么类型的呢？比较多呢都是医疗保险。然后如果是有经过我的顾客呢，就都会有疾病险，都会有人寿险，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些人寿险，就是做可能财务分配，可能将来可能会面对的问题，这些我都会一一给他们知道。帮他们做好，就是之前就是事后的这个分配吧。那像我们这一代呢，30、40岁的人，也应该是覆盖率会更高了吧？覆盖率更高。你估计一个数值的话，可能有多少%？马来西亚华人来说，可能100%都有保险吧。那其他族就听不清楚。其他族可能就兴致来了就会买保险。我这个覆盖率远高于我的想象啊。对，我觉得很高，我知道很高，但我不知道有这么高。在中国的话，像我们父母辈应该说是基本没有保险。对。基本没有啊，只有一些基本的这个国家的一些医疗的保障，那个覆盖面很小。我们这一代也不高，往往是身边人有一些生病啊，或者自己年龄再大一些，才有可能会有这个还有蛮大的差距的。那刚讲的是对大马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嘛？现在像我这样外国人，到马来西亚的也越来越多了。对，可能不止中国人吧，其他的地区，欧美啊、日本也有不少。你会建议他们在马来西亚也去配置保险吗？肯定啊。那像我之前跟你说的东西，当就是情况危机的时候，能解决东西的都还是钱啊。
对吗？很多时候紧急的时候还是要用钱去处理东西，所以钱有2种情况可以把钱调动。第一就是可能自己的钱啊，第二就是投靠保险，用保险的钱去帮我们支付一些可能医疗上的费用，甚至是可能残障或者是往生之后的这个费用，其实都可以来自保险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可能外地人我会说的东西就是都漂洋过海了，来到马来西亚，可能也没什么亲朋戚友嘛，对不对？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围过来的人都想要图的是什么？可能就是一个钱还是什么东西，所以最容易处理的东西可能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保障，让这个人能够快速的回到可能健康的这个身子，然后才可以去可能继续的可能回国啊还是之类的东西。对，我们回到户的问题上，你说短期的工作啊，像我这样第二家园是可以买的，还有哪些人是可以买？像我们接触过不少人，他拿的是陪读签证嘛？可以啊，他也可以买，只要陪读签证是有被认证的。有陪读的这个签证的就是所有的 documentation 我是可以帮公司申请的。到国旅游就肯定不行那到国工作只要有工作准证或者是说陪读只要有 valid visa我们比较注重的东西是一个 valid visa 长期的 valid visa 有一些国家的国民他们那边的可能医疗的设施甚至是医疗人员的这个诚信的关系，所以有些是不能配置保险的。所以在大马的情况呢，不同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一律很像中国啊，比较不错的国家，我们都是接收的。OK， 所以我们具体来讲是有哪些种类？一个medical card 就是医疗保险。然后疾病保险跟人寿保险，这3个是我比较主要会帮我客户配置的。通常有很多客户都说，Julian 我只是需要医疗保险然后经过解释之后呢，你自己也是之前也是说可能是医疗保险嘛，对不对？那之后都会配上疾病跟这个人寿险大致上都是这样子。从顺序上你会怎么样推荐？因为我听上去大马人或者是外国人他们保险配置的方式都是差不多从顺序上你会怎样推荐？比较多我都会说从医疗吧医疗了疾病然后再人寿都是 ABC 这样子不过很多如果是外籍人士来的话，我会跟他们说就是因为我们外籍人士的待遇还是有一点稍稍的不一样可能需要做的这个测试 medical examination 会比较多一些东西可能会比较繁琐那如果是一件一件这样买呢，可能就需要到2-3次的这个体检那很多我都会建议说一来了我做了体检嘛，对不对？已经 clear 了那为什么不要把一次可以搞的东西就搞好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明白。整个马来西亚的家庭收入我知道它的中位数也不是太高，对，好像5-6千马币吧个人收入的中位数也就2500、2600有可能这样你觉得如果收入一般在 M40 或者是 B40 的人他们也应该要去给自己配置保险吗？对啊最基本的我觉得可能如果是觉得医疗卡很昂贵还是什么的，可能至少来一个人寿跟疾病吧。那我们更加形象的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一对夫妻他们都是在40岁整个家庭收入如果是5000马币那他有2个小孩你觉得从这个家庭来讲的话，他们最应该先配置的第一件保险是什么呢？疾病，就是疾病大概1年要花掉它多少钱呢？大概1年可能2个人就可能1万吧，1万是吧？那可能他年收入大概是6万那可能我会建议大概1万到1.5万就是来做一些可能疾病的人寿险的，先配2个家长的，对不对？配2个家长，花掉年收入的16%，你觉得是合理的为了自己的为了自己的孩子吧那我不知道 William 有没有注意马来西亚的这些报章我们时常都会看到有报章就是说刊登需要募捐然后就说家里的人可能中了癌症需要一些你有看过这些报道吗？有一些。其实很多时候马来西亚非常非常多这一类型的故事，可能孩子还2岁然后没钱买奶粉，然后需要大家去可能捐助一些物资上的东西，甚至是一些金钱来给他们渡过难关那我们
最希望看到的是把一些可能基本的保障先上了之后呢，也不需要有一些这样子的举动吧，就可能有什么事情了，保险的钱基本上都可以帮这个人存活3到5年的这个生活费了。一样要买的话，它的年龄会不会随着年龄上升，保费会增加？肯定啊。那你有些什么建议吗？在什么年龄段买会比较趁早买哦。保险最好的呢，就是趁早，就是可以把就是应该处理的东西先处理好，然后再可能分阶段吧，再进行可能一些补上去吧。就是说可能假设20岁到40岁。可能20岁这个人刚刚出来社会，1年的工资可能3-5万，那可能人寿险就不可能买了500万，可能就一个50万，甚至是100万都可能是20到50倍他的这个年工资了。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工资也会上调，那自己的 commitment 就是也会增加，可能结了婚啊，有了孩子之后，那都需要去看回自己有的保险。应不应该再进行一些加保的一些东西这个是我觉得保险是跟着像我刚才说的400个人一起成长嘛，所说的意思呢，就是说每一年随着每一个人的可能财务上的这个自由或者是财务上的负担增加了，应该要去做一些小小的一些 amendment。他们的保险 ，OK， 有没有一种说法是过了40岁以后保费就会比较快的增加？对，当然，是这样吗？风险比较高了，所以保费的增加的这个速度会比较快。它是比较多，是很像一个 parabolic 的 graph。首先是比较慢的，那到年龄增加之后就非常的快。OK，你自己会给家人怎么样配置保险？我自己的家人吗？当然是全部都买啊。那我自己的保障呢？现在。有的人寿肯定是我大概我自己做的方式呢，我的人寿是15年我自己的收入，就是说我女儿10个月嘛，对不对？至少我把她搞到我15岁的这个年收入，就是说他们有一个15年的缓冲期然后疾病呢，我就会把我搞到这个5年的年均收入，就是乘起来，然后医疗卡就是至少病房是1个人1间房的，所以是250块以上的病房，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它都有一个 cost 的标准。对，有一个标准，有一个 cost 的标准。你刚刚也讲出了这个衡量的一些办法嘛。对，就根据比较多的保险配置的方式，就会根据年均的收入，甚至是年均消费，每一年一个家庭的消费的10到15倍。这个就是人寿的这个保额。那你给太太和小孩会怎么买呢？太太呢也是一样10年。那小孩呢，人寿险我们就会按部就班的去进行。那主要呢，他有的东西就是医疗卡肯定是有了，疾病肯定是有了。然后储蓄，就是说我会帮他配置的多一份呢，就是保证他上大学的费用是 partially covered。那我不能现在。预测可能20年后的这个上学的这个费用，我可以做的东西就把一部分呢先准备好，这样子的一个情况。OK，好，非常感谢，这个是你自己实际在我自己实际在做的所以我1年的保费也不少，也不少，我们一家庭的保费也不少可以想象至少10来万。你觉得你和客户在打交道的过程中碰到的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呢？最大的挑战可能觉得我一来就想要推销保险吧。那我绝对是不会可能见一次面过后就跟你要联系方式，然后第2天回家就打电话了。我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人。可是我觉得可能市面上所遇到的保险代理人可能都是用这一类型的方式去打交道，所以可能他们就会对我觉得Julian 也是很像其他保险代理人。那我通常都尽量不谈保险。通常认识他问我从事什么东西，我也尽量不说我们当朋友就好然后有甚至是有一些朋友是
再三逼问之下，才知道哦，就连你做保险，那你不跟我早说，我想要买保险很久了这一些东西。你就是觉得买保险最重要的是看保险代理人，对，而考核保险代理人是看他的诚实的程度嘛，对，还有吗？怎么去看？比较多是看怎样处理保险的东西吧，然后组织的这个 support，就是说组织的这个能够给予的可能资源吧，万一可能这个人不在了，是否有没有交接给另外一个人去接管？因为我们都不能保证，保险代理人是不会往生的，我们也可能会有意外，会有什么，所以到背后呢，就是说组织的文化。可能有一些是不情愿的去 service 别的客户，可能有一些是很情愿的去干起这些事情来，所以这一些都会是一些因素。OK，明白了，就是保险代理人的诚实、他的专业，还有他所在的组织是什么样的，都要考虑嘛。对，最好就直接来找你就。那当然，都可以的，都可以。你刚讲的你自己的一个处理和销售保险的方式，你说你观察到祖辈他们是那种早出晚归，非常辛苦的工作方式。对，那你有你的方式，你的方式是什么呢？我的方式就比较轻松。我是比较外向的人，所以我很多时候都会跟很多不同的人打交道，甚至是交际。然后交际了之后呢，发现他做保险的，然后我也不会说是一做保险我就我们得空出来聊，我都不会，我会先以人为本吧，先做好人，再做好事。所以就比较多是很多客户呢是看到Julian 为人不错，然后我也想要给他一个机会。比较主动的呢是可能导访吧，很像阿秋为什么会把我介绍给你，是比较多口碑的关系吧，对人有认可，对人的。可能人的相处吧，觉得这个人不错所以我比较多我是尽量在外面交际，那人家知道Julian 是从事保险，然后很多时候当要买保险，Julian 就来了，对就是比较不同的方式吧。你对保险的一种兴趣和热爱在于和400个人你的客户一起成长嘛，对，这你可以再展开讲讲吗？主要呢，我的做法就与往常的晚辈不一样，往常的晚辈很多呢，就时常的去探索新市场，所以我比较多是会跟我的客户做一系列完善的这个保险的配置。那很多当我去接触我的朋友的时候呢，我就问他，你肯定有的是医疗卡嘛，对不对？那你医疗卡的这个保险代理有没有跟你说疾病跟人寿的重要？他说没有啊，卖了我医疗卡。把保单交给我之后，就从来不见他了，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我做的东西可能是比较 additional step，就是我会再进一步去了解他疾病跟人寿的保障，然后再做一个可能完善的一个策划规划吧。就是 that's why 所以我是说，我比较多是可能400个客户一起成长。你把他们耕耘的会比较深。对。就 deep down 吧。我觉得工作的意义最大的意义呢，不是卖了保单，而是帮我客户做了索赔之后，他家属的对我感激的那个语气，我觉得最荣幸的是我之前可能我的坚持，让他买上了保险然后就在赔偿之后呢，他们对这笔钱的珍惜我可以感受到，就是你享受的是被信任，然后又是通过这种关系，有你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输出以后，若干年一过，你可以帮助到他，对他的这个家庭，对，就是这种感觉。有时 WhatsApp 有一些 message 我都会 screenshot 起来，就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的，非常感谢。我看到你脸上是有光。讲的对了，大马生活家就是我小光头和家人生活在大马的实录。我们希望带给你生活在异乡的勇气。我的频道风格有点多样，思考相对深入，表现稍显生动，制作就算经典。希望你喜欢，帮我一起按赞、分享、订阅，我们一起打败你的算。谢谢。